不出意外，王一博给他开门的时候还拿着手机。他扫了一眼屏幕，王者荣耀，不吃饭，打游戏。小朋友站在门边，没有让他进来的意思，冷着一张脸。战哥和弟弟吃完饭了，特意在弟弟2个字上加重语气。肖战心里只想笑，忍不住逗他，没带你去，生气了，谁稀罕？王一博转身就要关门，他赶紧伸出一条腿卡着。王一博，你怎么回事？小朋友劲大得很，门框夹着大腿特别疼，他表情有点痛苦，但是没有后退，最后还是王一博让了步，把门打开，盯着他瞧。你喝酒了？一点啤酒而已。他立刻走进去，把刚买的粥放到桌上，回头喊他，快过来喝粥。大门自动关上了。王一博站在那里没有动，不想喝。阿西吧，明天5点就要去片场，你病还没好，再不吃饭，你想干嘛呀？他走过去拉少年的手臂，乖一点，人是铁，饭是钢。王一博反手抓住他胳膊，直直望着他，说：我不想喝粥，那你想吃什么？你不是很会做饭吗？我要吃你做的。现在，肖战简直要抓狂。你看看都几点了，我上哪给你做去？也没条件啊。小朋友又不说话了，但还是盯着他，眼神里有小小的埋怨和委屈，还夹杂着一点点的生气。肖战完全不知道哪里惹到他，只能像哄孩子似的顺毛。这样好了，我先欠着，以后回了北京，我请你到我家，亲自做给你吃。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，少年清澈的目光仿佛一下子被点亮了，犹不相信地问他：真的？肖战只差对灯发誓：当然了，战哥会骗你吗？小朋友终于被他拉到桌边坐下了，他把勺子塞他手里，把饭盒打开，柔声道：快吃吧。少年呆呆看着那碗粥，突然问：你有做过饭给别人吃吗？当然有了，给我爸妈啊。其他人呢？少年抬头望着他，声音软软的：弟弟们呢？你说团里啊？也做过，不过那是节目需要，而且不是在家里。他说：快点吃，一会凉了。战哥，你是不是也把我当弟弟，就像你团里的弟弟们一样？肖战哭笑不得。王一博，你到底吃不吃了？你回答完我就吃，你吃完我就回答你。小朋友没再说话，乖乖低头开始喝粥。他穿着很宽大的黑色 T 恤，更显得手臂精瘦而修长，皮肤卸了妆依然白得透亮，头发乱乱的向各种方向翘着，整个人都比平日里柔和许多，让肖战真的想到了小朋友，简单、纯净、真诚，毫无心机。他努力的克制，才没有伸手去揉他的脑袋。我吃完了。王一博侧过身与他面对面坐着，意思是该你回答问题了。肖战笑得有点无奈：你比我小6岁，当然是我弟弟了，难不成你还想当我哥哥呀？少年静静坐着，目光渐渐暗淡下来，四周围一片安静。他觉得脑袋有点晕，可能是酒劲上来了，揉了揉太阳穴。他又说：但是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你让我觉得头疼。我烦到你了吗？不是，你没有。迅速的否认，是担心被误会。但是为什么？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在意别人的想法了？少年迷茫地看着他。肖战拼命在脑中寻找可以解释的理由，说服对方，也说服自己。其实是这样的，戏里面你是哥哥，但戏外你是弟弟，是隔了2个代沟的小朋友，
所以我有点兴奋。小朋友低头看着灰色的地毯，轻声问道：“你很喜欢蓝忘机吧？”终于有那么一个好回答的问题了。肖战呼了口气，声音轻快：“当然啦，多深情意难的，无条件相信，无条件等待，无条件守护。就算我不是魏无羡，我也喜欢他啊。”王一博轻轻笑了一笑，声音几乎微不可闻，那是挺让人头疼的。肖战觉得眼前气氛非常诡异，像是被迫着奇怪的剧本，真是多1分钟都坚持不下去。于是站起来，夸张地伸了个懒腰，准备的顿。战哥累了，需要休息。王老师也早点休息，明天见啊。他很顺利地离开了，因为王一博并没有再搭话，甚至都没有站起来，甚至坐在那里，完全没有动。